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1.12.2 暮光森林模组教学。暮光森林是 CurseForge 上下载量第2的异世界模组。10月11发布了 1.12.2 正式版本。暮光森林传送门制作方法非常简单，只要任意花朵围一圈，中间用2×2的水，再加上一颗钻石。那这个世界的基本区域是暮光森林，每个区域都会有河流分隔，没有白天晚上之分。因为 Y 轴位置不高，所以要挖到钻石层比较容易。先介绍生态系和地标，它总共有10几种生态系加23种地标。先从沼泽开始，沼泽充满水池、睡莲和红树林，这里会生成牛头人迷宫，地形有点崎岖，高地的地形起伏很大，有巨魔洞穴可以探险，这些石头就是巨魔岩石。高空通常会有巨人小屋出现，蘑菇森林生长着大量巨型蘑菇，能在此找到巨尸土。这里要饿死真的非常不容易。平原树林比较少，这里很适合建造房子居住，不是少见的景观，通常比一些主世界的海洋来得大。这里蛮适合盖大型建筑。雪地森林深处会生成雪怪巢穴，中心有极光宫可供冒险。火沼泽位于沼泽内部，这里有9头蛇巢生成。黑暗森林非常大，它无法被火烧毁。树荫下会生成数量相当可观的怪，伴随着地精骑士堡垒。暗森林深处有黑暗之塔，坐落于黑暗森林中心，它是暮光森林最具挑战性的地标。荆棘之地位于高地周围，强行破坏荆棘只会长更多。生存模式下，对，最终高原上会生成最终城堡，未来作者将加入最终 BOSS 在这里。接下来介绍的是暮光森林中小型的地标。第一个是水井，水井通常就是深如这样子而已，然后有几率在底下发现宝箱。巨魔洞穴附近会生成许多巨魔岩石，还有大量的矿物，里面会生成许多苦力怕跟女巫，还有骷髅这些主世界的怪。中心会有一些肥沃泥土，然后一团黑曜石，里面的储物箱会出现魔豆和一些农作物。废弃小屋生成在较平坦的地方，底下偶尔会有储物箱。阿嘎庭院是一个大而平坦的方形圆地，里面中间会出现 Naga 生怪砖。巨人小屋，它是高地上的一坨大云，上面的方块都是这种巨型方块，然后里面会生成Skin 跟你一样的巨人。黑曜石柱顶端会有青金石砖、空心矿山，外表就长得像圆形的山丘，里头会有大量的矿物以及非常多的怪物。目光像素速增
是非常常见的景观，低几率生成宝箱。格洛夫遗址，一个非常普通的石柱，石笋就是一种石柱，长得跟黑曜石柱差不多。石圈由青苔石构成，随处可见。空心木，倒下来的目光橡木。最终城堡，作者未来将于此生成最终 BOSS。目前只有一根空虚的告示牌。德鲁伊小屋，里面有德鲁伊生怪砖，正在燃烧的地狱石。通常这种建筑会自行燃烧。极光宫，非常雄伟的一个建成建筑，它的入口处非常的不明显。这座城堡、这座宫殿的顶端会有冰雪女王等待着你。树林迷宫算是初期适合探索的区域，它常见于普通的暮光森林生态系。雪怪巢穴里头会生成大量的雪怪以及 BOSS 型雪怪。巫妖塔没有出入口，只能用镐子制造一颗洞。塔顶具有巫妖生怪砖，可供挑战。里头具有大量的书柜。冰原上头有许多企鹅，中间就是这种极光城堡。树叶地牢，中间有蜘蛛生怪砖，里头的物品有生命符咒。九头蛇巢就是九头蛇 BOSS 的居住地。九头蛇血量非常的厚。黑暗之塔是建筑规模最大的一个暮光森林景观，非常的具有挑战性。上头会出现恶魂乌尔，这个 BOSS 是等级3的 BOSS。牛头人迷宫，外观长得有点像空心矿山，里头有大量的装饰石砖、遗迹石砖。迷宫非常的错综复杂，最底层有牛头人王，属于等级1的 BOSS。暮光森林有几个地标比较难找，所以我只有抓图片下来给各位观众介绍。这个是地精骑士堡垒，位于黑森林的地底下，这就是魔法森林的生态系。这个生态系生成的几率实在是太低了，我找了大概3-4个小时吧，都找不到这个生态系。它中间会生成像这样子的一个建筑，这个建筑里面就有魔法羊。那这个魔法羊呢，它可以塞16种羊毛，这16种羊毛收集完以后呢，它就会喷那个钻石砖、绿宝石砖、青金石砖等等这些东西，然后还有号角可以使用，是一个很特别的生物。以上就是这些暮光森林特殊景观的介绍以及生态系介绍，记得订阅加铃铛，别忘了分享我的影片和按赞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